是从小额开始，我们一个一个就已经串起来了。虽然说这个话题是这几年才夯，但是我们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慢慢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都做出来了。早已攻占各行各业的隐形王者，如今面对全球工业新时代的来袭，也该跳脱出过去低调踏实的形态，呈现给客户一个崭新的面貌。不论是物联网，亦或是工业4.0，都早已在台湾蓄势多年，准备起飞。台湾这家工控产品的制造商，打破了传统经营模式，要以提供完整可靠的解决方案，与客户携手共同成长，共创价值。不凭空想象，而是以市场的需求当作标杆。早在2010年便先行投入物联网的技术研究，率先将先进技术应用于自家产品之中，并推出丰富多元的产品系列以及云与端之间的解决方案。如今的他们已不单是提供零组件产品的供应商，更期望能以丰富的场域应用及研发技术，成为市场中不可替代的工控专家。比方说现在讲的物联网或者是工业4.0，它是属于比方说资讯业与自动化业的一个整合。同行它比较偏向于它是做一个零组件，它是只做销售，它做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宏哥比较偏向于一种定制型的，它偏向于客户的需求，由客户的需求来引申出我们未来一个产品的设计跟发展，去贴近客户，这就是宏哥科技与其他的同行最大的一个差异。因应物联网技术与工业4.0的需求，以过往数据采集与监控技术当作基础，首重专注于各种产业的能源管理，并在自家厂房之中打造智慧工厂作为示范，以智慧化且大数据的方式，提供耗能管理及智慧监控，有效降低企业虚耗的能源与成本。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都可以为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工厂达到节能。那这些就跟工业4.0跟物联网都有关系的。客人他一定会问说，工业4.0到底有没有标准？它的成本是多少？那我投资什么时候可以回收？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客人他所在意的不外就是成本、它可靠性、使用性及之后的维护性。让客户可以觉得他的投资有回报，再来就我们可以做设备联网、生产资讯的取得，逐渐往工业4.0去完成。好，那相信刚刚大家看完影片应该对我们的宏哥科技有一点点初步的认识。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宏哥科技的吴忠贤副理 Andrew 来到现场，热烈掌声欢迎 Andrew， 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宏哥科技的 Andrew。那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机联网的一些解决方案。谢谢 Andrew，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那宏哥科技呢，今年在展场他们会主推的是物联网、智能主机与 IoT 的通讯服务器。那是不是就请 Andrew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好。好，那这是我的这次讲解的主题主要会围绕在一些机台联网的解决方案那还介绍一些案例。那说到机台联网，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要收集资料。那来自于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他们指出说，那巨量的资料会比值还要重要。那意思是说，我要收集这些资料，我要分析它，进而说我们达到我们那个工业4.0的一些大数据的分析的效果的话，其实你是会需要巨量的资料当做当做基础那并不是说值不重要，而是说你必须要有量做基础才能达到这件事情。那当你有这些大量的资料之后，你才能做一些横向跟纵向的资料整合。所以这下面的图是我们在物联网或者是机联网它的一个演变从最早的串列埠到我们在以太网路，那最后就是整个进化到我们的 IoT 的时代了。
那我们接联网是如何达成的呢？最简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PLC 或者是我们 PAC 的控制器，它去直接连接我们的讯号，最原始的讯号。那当讯号它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如果你是纯讯号传输，它会容易受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说，那我们要延长它的距离的话，那我们要加一个通讯式的一个 I/O 的收集的模组。所以我们会演变成第二层的2层式架构。那中间就是会多一个 Remote I/O。那中间 Field Bus 的部分就可以延长讯号传输的距离。那当2层式的架构变多了之后，我们就会进化到3层式的架构。因为当2层式的架构多的话，你要把所有 PLC 或者是 PAC PAC 的它的资料统整起来，那你就要在上层再加一个统整资料的图控软体或者你的中央控制的一个整合的软体。好，那我们的机联网它的目的呢最早我们就是只是做资料收集。那资料收集完，那可能老板他就会想说，那我要知道我的机台它现在的运作的状况。那就会有一个即时的看板。那在工厂可能会有个大型的 LED 板，上面显示我们每一台机台的状况。那有这个应用之后，可能之后又开始说，那我想要把我每一台机台它运作的状况储存起来，去做一个历史资讯。它之后要做一个资料的分析，可能要记录它的产品履历啊，或者是要改造它的制程。这个都会需要做一个整合资料。那这个就是都要始于说我们需要用一个机台联网的方案去帮助他们把资料收集起来。好的，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些机联网的方案。好，那在我们的机台它在不支援通讯的情况下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机台，它本身它的控制器是无法支援通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加一个带有通讯的 I/O 模组，去把它的原始的讯号收集进来，再收集到其他的电脑或控制器。这是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宏格科技也出了很多的 I/O 模组。那在对各个客户他们的应用就是我们有相当多的种类可以符合各个案场的需求。那如果在设备有支援通讯的情况呢？它的设备是已经比较新的比较新一点，那它的控制器本身已经有支援通讯了。那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做一点直接可以把它控制器的通讯拉到我们的电脑端或者是控制器端那去做一个资料收集但是这时候又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机台可能是不同时期买的。那它支援的通讯的格式也不一样。对，那就可以看到说我可能有4台机台，但是它4台机台的通讯格式都不同那我的主控端就很难去做整合。是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再多一个 gateway 去做整合将它的通讯不同的通讯的格式把它做一个统一把它转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格式那我的上端的整合软体就不用这么麻烦比如说就像语言一样我只要学一种语言就好了。那如果机台它每个机台都是不同的语言，那我可能我这个软体它就要有多国语言那会很辛苦。对。是，那我们的宏格科技也出了在现场总线的部分也出了很多的转换器跟杂绕器也就是所谓的 gateway。那在
工业总线这方面，我们的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像在图上这种比较常见的 CAN 或者是 J1939EtherCAD 这些都有。好，那在介绍刚刚介绍说的都是有线的部分啦。那无线的部分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像 Libbey 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无线通讯可能一般如果比较熟3C用品的人可能也没听过那这是工业界比较常用。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功率比较低相较于 WiFi 它功率比较低。那它的直线的传输距离可以到700米。是700米蛮长的，对不对？是蛮长的。对，但是无线通讯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被遮蔽。遮蔽物，对，是会被遮蔽物或者是讯号的干扰。那主要解决遮蔽物的问题，就是 Libbey 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拓谱的功能。那所谓的拓谱功能就是，当你被遮蔽的话，但是如果你在遮蔽物的旁边也摆一颗Libbey 的它的Slave模组的话，它之间它会自己寻找一个最佳的传输路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拓谱功能。对，那这个功能可以帮助说你解决一些会被遮蔽的问题。它就不跟主机之间就不是只有一条直线的路径，自己找可以通讯的路径。这样是的。那再来就是有无线电 RF 的部分。那这个无线电的频段它是433的赫兹的一个频率。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一样是做短程的通讯。它功率一样很低，但是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穿透性比较高。低频的无线的讯号穿透性比较高。那像刚刚 Libbey 它是2.4G 的一个讯号的频段，那它比较容易被遮蔽物给挡住。那433H 这个它的频率它比较具有穿透性，它可以直接穿过遮蔽物。对，虽然中间会多少有耗损，但是它的穿透性是比较强的，是可以穿得透的。对，是。那我们宏格科技它也出了一系列的 IWSN 这个图上的这个模组，是那尤其是 IWSN 1100系列的电流表它是有用在一般像电子厂例如台积电这种大公司，就是说在你的现场因为这样的公司它通常不太希望人家去改变它的配置。如果你要加一个新的东西上去量测的话，它不希望你去改变它原有的线路。所以我们出的这个电流表它是无线无源的。无线无源是无线是传输码，那无源是它不需要再另外供电给它。是，那它就是根据它量测的电流里面去存电。所以完全自动化的存电这样。是。OK。所以你可能放在那边那你不用再另外再配线因为它是走无线的，那另外它穿透性也高所以也适合你你的格局也不太能改那你也不太方便布太多的其他的转接的模组的话那是可以考虑用这个解决方案。那再讲到刚刚就是短距离的，那长距离的我们就是要走到网际网路了。那机台的网际网路联网方式以往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客户他想要远端的维护他 PLC 的程式，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案用一对的模组去帮他把网际网路的这个连线串起来。对，那进而说客户他想说那我不要一对我只要一个，那我们就想出第二个方法我们有一个虚拟串列埠的一个技术对，让他用一颗我们这样的模组也可以达到远端对，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对，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说啊，这个距离当然是很长啦，你只要上了网路网际网路，你跨国都可以。是，那根据它这个特性它可以做那个远端维护 PLC 程式的一个效果。就打破了距离的限制。是的。那再来就是有线的 Internet， 那我们有无线4G 的网络的一些模组那这个特色当然跟有线的刚刚 Internet 的模组一样，只是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走无线。无线对，那无线的它的应用范围确实也很广，比如说是在你无法拉实体网路线的地方或者是你的机台是会移动的对，因为会移动的话，你有线就比较不是那么方便。是，就无法用有线的方式去布线例如说我需要监测车流车载的系统那或者是甚至有客户拿我们的这个模组去放在那个贩卖机上面。去收集贩卖机，他今天收了多少钱？或者是他是不是有被破坏？门被打开了，是这样。那它都可以做一个即时的4G的那个传输。那像上面你刚刚谈到的这些通讯方式，宏格是用怎么样的产品来做数据的采集呢？是，那刚刚讲的都是我们 I/O 讯号的部分，那怎么样把它转成通讯？那转成通讯，一般客户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用电脑或者是 PLC，但是这2个方式都需要去写程式，写软体，那如何用快速的方式达到收集资料，然后又可以把你的资料上传到云端呢？所以不用写程式，是完全不用写程式，所以宏格科技就开发了一个 WISE-5231系列的物联网智能主机。是，那它对一般我们刚讲收集讯号的一些 I/O 模组它是有支援很多种的通讯协议。对，那它也内建了逻辑的功能。它有一个逻辑的功能是逻辑主要是用来做一些控制的部分。所以，但是一般在 PLC 这个写逻辑控制部分它是需要写程式的。但是我们这里只要用网页设定的方式就可以达成了。哇，这么方便，这样其实降低了导入的门槛呢，对不对？是，那这可以帮助客户他很快的就把他的整个系统，把它建立起来。对，那除了收集资料的部分，它也可以自动的帮你把资料上传到云端的空间。那目前我们有支援微软的 Azure。那 IBM 或者是亚马逊的云端空间，我们都有支援。都有，对，那重点是客户他只要透过设定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那它甚至还有透过 LINE 的那个推播功能达到一个如果你有一些警报讯息它可以及时的通知。所以其实它的使用是非常便利的。你们也很贴心的想到了后面使用端的这一段的服务。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UA5231的 IoT 的通讯服务器。那这个跟 WISE 不同的地方说，这个纯粹是做一个通讯服务器，但是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支援的通讯的协议更多了。对，那最近有个客户他是 IT 部门的那他们老板请他们去做一个库房温湿度的收集。那这个部门，那资讯部门写程式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懂工控的东西。所以他们很烦恼说，那我要怎么写程式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他们不懂工业的通讯协议。所以我们介绍它这一款 UA5231。那它将下面的温湿度收集起来之后，它可以自动的把这些资料存到SQL资料库里面。所以这是
跟刚刚不同是它资源度更广一点哦，就有通讯的部分。那它也支援上传云端。它支援的那个通讯的，蛮广的。是，所以这个对资讯人员IT 业的人士来讲说，这个是有助于他们去嫁接他们的原有的系统，例如 ERP 或者是他们的 NES 的系统。那更不需要让他们去烦恼通讯协议的问题。他们甚至不用自己写程式就可以完成他们老板托付给他们的工作。一大福音，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跟大家简短的介绍几个案例。好，那这个是一个机台监控。那在比较旧的机台也不是旧了现在新的可能机台都有3色灯。那3色灯它是显示一个停机、待料或生产状态的一个方式。它有3个灯。那传统旧机台我只能看，然后我要知道它的状态，我就是走出办公室到那个生产线去看一下现在有几台机台是停机或者哪几台正在生产。去数一下那个灯有几个。是，打一台一台的去数。那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可以自动收集它状态的方法了。那我们只要用一颗我们的 TSL 的模组那可以并接3色灯它的讯号那就自动的把这个讯号收集到我们的那个上端就是我们中控端。那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一方面我可以在我的主控端一台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所有机台它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那进而可以去计算机台的稼动率。对，因为传统其实没有人在记录他们现在有几台红灯亮，几台黄灯亮。通常是没有记录。那即使有记录，它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以人工抄表的方式来讲它的遗漏或者错误啦。是。那接下来也是关于监控机台状态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机台上面加装一个智能的电表。那以往机台你可能只看3色灯，也只能知道它生产的状况。但是如何做到一个机台它用电量的需求你可能要知道它是不是这些机台要让你超过你的企业的那个容量用电的企业容量。那进而说做到一个机台是不是快要坏掉的它的一个侦测。预先的侦测。是，那加装一个电表去侦测电流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如果你去观察它的那个机台正在运作时的电流它如果变化突然变大或者是变小，那可能就是机台它运作已经开始不正常了。才会导致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进而就是可以做到一个预防保养。对，那再来就是透过它用电量的大小，我还可以去计算成本或者是它的产能比。其实预防保养蛮重要的因为要不然它的损失其实是更大的。是。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去侦测机台它的状态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做一个整合的应用。那整合的应用我们就是可以透过 UA5231或者是 WISE5231去帮助各个使用者将所有的资讯再把它收集到我们更上层的图控软体或者是我们云端的一些系统。那接下来就是收集完之后，那后台可以再去计算稼动率。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产能的分析。甚至是我机台我的制程的改善。那就是都是需要这些状态各个资料去做一个整合分析出来的。最后会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宏格科技从我们的感知层哦，也就是最基础的讯号量测的部分，哦，那到网路层，也就是我们通讯的解决方案，哦，那到应用层，也就是我们上层的 UA531跟 YS5231，哦，或者是图控软体哦这些东西哦，我们都有一整套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哦，那就是从数据取得到应用，哦，我们都是有非常完整的 solution 提供给大家。是，那数量也非常的多哦，这个图片上只是一部分而已。好，那谢谢大家。好哦，那我们到我们的那个展场的时候，请问宏格科技的摊位在哪里啊？在 L 区对不对？是在 L1026。L1026，所以是在我们南港展览馆1馆的4楼。对 ，L 区的1026。那我知道在摊位上好像有活动，对不对？是的。有什么活动呢？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的话，请大家上我们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卖个关子是不是？是的。好，我有偷偷听说啦，到摊位上去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就可以送小礼物，对不对？是的。而且好像你们的 LINE 的官方账号上面，其实有一个 IoT Store 的实机体验，是大家加了 LINE 的官方账号以后，就可以去稍微体验一下你们的这个服务，对不对？是。好哦，所以欢迎哦，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先加 LINE 官方账号，对不对？然后到时候到摊位上去换小礼物。那宏格科技的摊位在 L1026，今天很开心，谢谢 Andrew， 谢谢。好，那待会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精俊科技，对，那我们呢稍待一会儿，马上回来。